大家好，过年闲来无事，今天我们讲一讲移动平均线的实战应用啊。那现在我们为什么要来到火币的 K 线图呢？因为 TradingView 免费版最多可以使用2个辅助指标，之前是3个，所以我们用移动平均线的时候，你要不是付费版的话，可以使用其他交易所，无论是火币、OK、币安都可以啊。我最早用的是火币，所以习惯用他们家的这个 K 线图来看移动平均线。那么首先我们把之前的全部都删掉啊，然后点击技术指标 MA 移动平均线，添加1、2、3、4、5，然后我们点击这个设置长度，第一根我习惯用20样式红，确定。第二根橘黄60，180，480，好了，我们已经设定完毕了啊。那移动平均线是干什么？顾名思义，当你把设值设到20的时候，就是20根 K 线的均值、均价，也就是这个移动平均线的意义啊。然后移动平均线，我们可以宏观的、长的周期可以看出这个标的物，它是根据这个移动平均线踩着向上，或者是踩不住跌破。然后我们通常长线进仓的时候，建仓的时候，我们是根据移动平均线变成金叉，然后形成什么正排列，红、黄、蓝、绿形成正排列，然后进场是比较安全的时机啊。然后还有一个，做短线的时候，很多朋友把移动平均线当成什么支撑位。昨天我也讲过，这个千万不要一味的当成支撑位来做啊。你要是短期要把它当成支撑位是可以，但是一定要下方设止损，它只是大概的告诉你目前的价格趋势，仅此而已啊。不要把它当成支撑位，它有可能支撑住，也有可能跌破，这是正常的啊。然后除了最基本的 MA 移动平均线以外，我们还可以使用什么 EMA， 也就是说指数移动平均线。我们添加一个 EMA 指数移动平均线，然后我们把这个价格长度设成720，颜色那我们可以看到啊，紫色的普通移动平均线跟 EMA 720移动平均线有什么区别呢？ EMA 指数移动平均线，它是把720根当中近期的部分
这个比重放得更多一些啊，也就是说它可以更加反映近期的走势。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们先把这个前边的一些隐藏掉，就留这2根。实际上这个是非常好的长线做单的指标啊，也就是说指数移动平均线超过价格移动平均线形成金叉的时候是非常好的买入时机啊。然后反过来，指数移动平均线跌破价格移动平均线的时候就是卖出的时机。所以这个也是平均线交叉的一种交易方式啊，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这个我们可以看1小时线也是成立的啊。我们可以在这儿看到上来了，在这儿呢跌下来了，但同样哈也有这样不对的时候，它下来了一些，然后怎么样偏离了以后又回归，然后这个位置又下降。所以无论是任何一种指标，也不要轻易把它当成绝对的，这个世界不存在绝对的东西啊。然后尤其是所有的 K 线分析方法、辅助指标都是一定要怎么样，根据实际行情，管住账户，管住你的交易心理，才是必胜的法宝啊。那好，这一节就讲到这儿。还有一个，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 WEMA 加权移动平均线，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同样把它设定为720。我们可以看到这3种不同的平均线它都是有差异的啊，所以你可以根据前面的这个20、60、180、480，你都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根据你的偏好可以尝试一下。有的时候均价可能回归于平均线，有的时候是指数移动平均线，有的时候是加权移动平均线啊，一定要活学活用，举一反三，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融会贯通啊。那好，这一节就讲到这儿，再见。